大家好，天热山药别总是炒着吃了，加入2个鸡蛋，出锅太香了，比面包松软，比馅饼还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2根铁干山药，先用削皮刀削去外皮。对山药过敏的朋友可以戴上一次性手套。山药不但营养丰富，还能健脾养胃助消化，天热我们可以多给老人孩子们吃一些。去皮之后清洗干净，然后再给它切成薄片，尽量切的稍微薄一点，更容易熟。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接着放入提前准备好的蒸锅里，给它盖上盖子，水开之后蒸上13分钟，给它蒸熟。13分钟后，我们的山药也蒸的差不多了，打开盖子看看，用筷子轻轻的一扎，非常的绵软就可以了。稍微的放凉，给它取出来，倒入一个大碗中，用一个叉子给它压成山药泥，压得越细越好，最后压成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往里面打入2个鸡蛋，先搅拌均匀，给山药降一下温。晾至不烫手的时候，往里面加入3颗酵母粉，再次用筷子搅拌均匀。现在天气比较热了，发酵的非常的快，这里咱们就不用加白糖了。加白糖是为了促进酵母发酵的。搅匀后，再少量多次的加入280克的普通面粉，边加边搅拌。搅拌成像这样的大面絮状，再倒入10毫升的食用油，然后下手揉成面团。加油揉面的时候不沾手，并且做出的成品也会更酥香。最后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，也不用太光滑了，像这样就可以。然后给它盖上盖子，发酵至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来调个油酥，小碗中加入1勺面粉，再加入1勺玉米面，加入半勺食盐，1勺五香粉，再加入1勺白芝麻增香，然后浇上刚烧开的热油，激发出香味，用勺子搅拌均匀，加入玉米面和芝麻调出的油酥，吃起来特别的香。像这样我们的西柚酥就调好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一把新鲜的小香葱，切成葱花。葱花我们可以多切一点，吃起来葱香味浓郁，看着更有食欲。切好之后先放入盘中备用。1根去皮的胡萝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再改刀切成细丝。最后切成胡萝卜丁，搭配一下颜色，好看好吃又营养。切好之后同样放入盘中备用。现在天气比较热，不一会儿我们的面团就醒发好了。用手指戳一个洞不回缩，并且里面全是蜂窝状，像这样就是醒发好了。给它取出来，放在案板上给它揉一揉，排出里边的空气。如果粘的话，我们可以撒上点干面粉。揉好之后直接给它搓成长条，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，比平时蒸馒头的剂子稍微大一点。取出来1个剂子，再给它揉一揉，整理成一个圆形，用手按扁，上面撒上点干面粉防粘，再用擀面杖擀成一个牛舌状，像这样就行了。然后在上面淋上调好的油酥，用勺子给它涂抹均匀。
涂抹均匀之后，先撒上切好的葱花，多放点葱花才好吃。再把胡萝卜丁也撒在上面，尽量撒均匀一点，然后从一头卷起来，我们要卷紧实一些。把瘦苦肉压在下面，卷好之后，再用刀从中间切开，大家看一下，这层次就出来了。然后放在案板上，用手给它按压成小圆饼。像这样2个漂亮的生胚就做好了。全部做好之后整齐的摆放在案板上，上面盖上一层保鲜膜，2次醒发10分钟，这样做出的小饼会更加的松软好吃。10分钟后，我们的小饼生胚已经变得胖乎乎的，并且拿在手里轻飘飘的，像这样就是醒发好了。接下来电饼铛预热，刷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。油热之后，放入我们醒好的生胚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丝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在上面也刷上一层食用油，锁住水分，这样做出的小饼才外酥里软，特别的好吃。全部刷好之后，盖上盖子，先给它烙上3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打开盖子给它翻个面，底部已经金黄了，好香呀！然后再盖上盖子，把另一面也烙至金黄。在烙的过程中要多给它翻几次面，让小饼受热更加均匀。大约烙了7分钟，烙至2面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了。放入盘中就能美美的开吃了。一道营养又好吃的山药鸡蛋小饼就制作完成了。这个山药鸡蛋小饼刚出锅吃，外皮酥脆的，吃起来特别的香。看看里面，比面包还要暄软，小葱颜色翠绿的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尝一下，葱香味浓郁，还有芝麻酥香的口感，加入了玉米面和胡萝卜、鸡蛋还有山药，营养丰富，好吃好消化，非常适合老人和孩子们食用。天然山药别总是炒着吃了，像我这样做，家人都爱吃，就是不吃菜也能吃上3个，比包子好吃，比馅饼还香，关键是做法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